你记不记得我问过你，假如你的父母亲还活着，你该怎么办？现在已经证实，你妈妈确实过世了，但是你的爸爸还活着，他还去岱山找过你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他了。他今天也来了，人就在外面前台。我都查过了，他是70年代去的岱山，80年代下海经商失败，然后回到上海读书，毕业之后留校任教，现在是著名的经济学专家，估计你也听说过。哦，对了，他知道你姓何，31岁，所有的细节。你怎么进来了？你就是安迪，不是让您在外面等着我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知道，应该让你和安迪先谈清楚。但是我找了这么多年，实在等不及要见他。安迪，我是魏国强，我可以和你聊聊吗？对不起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安迪，你先听。我是上山下乡去的岱山，你的外祖父家是当地的地主，姓何。那个时候，男的娶不上妻，女的嫁不出去，你外祖父只好找一个精神上有点不正常的、外向逃荒的女子为妻，生下了你的母亲。你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美人，我因为家庭成分问题，上山下乡，到了岱山。我以为扎根农村就不会再回去了，于是就和你的母亲恋爱了。后来4人帮倒台，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，我考去了上海的大学。你母亲鼓励我继续读书，我就孤身一人去了上海。那后来呢？为什么抛弃我妈？安迪，你妈妈她有遗传性的精神病，她爱撕墙上的红纸，有的做成花戴在头上，有些呢她涂上水抹到脸上。你能被养活是个奇迹。我妈为什么会犯病？有一天，正好在读大4，马上就可以毕业了。接到这个消息，我立刻赶回了岱山，照顾了你的母亲。她高烧整整1个月，之后就是不断反复的低烧，神志也越来越不清楚。我只好放弃了学业，
带着你妈妈四处求医，我们是真的希望她能被治好。当初你要是不走，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这么疯。安迪，也许你会说我懦弱，我自私，但是天天去面对一个疯女人，我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勇气，因为你没有见过你妈妈发疯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放，内地有很多人都放弃了原有的工作，下海经商。我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，毅然决然地去了海南。一走了就没再回来。那个时候回去一趟不容易，再说我也不想去面对你妈妈。那小明呢？我弟弟小明又是怎么回事？小明的事情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一个漂亮的疯女人，每天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她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？不用我说，你应该想到。就在你妈妈生下小明的当天晚上，就去世了。从此，你也被送进了破离院。安迪，喝口水，快！安迪，我走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你母亲已经怀了你。后来我知道你的存在，我很内疚。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想弥补你。我还没问你呢，这些年你是怎么生活的？你不必关心我，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。安迪，过去的很多事情真是一言难尽，比如我当时的出走，还比如你外公30年来一直跟我生活着。作孽的人生，就是丑恶一个接着一个。你们不如意的生活我不想听，我也不想有你这样一个爸爸。你走吧，别再出现了。你要再出现，我随时可能发疯给你看。孩子，我不奢望你的理解和宽恕，我也不会横加干涉你的生活。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有原因的。我和你外公也是不得已之处。有什么不得已能够让一个人连自己的妻子、孩子都不要？别再解释了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。你走吧，你走啊！安迪，你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对这边的生活了解的很少。我这给你带着2本比你年龄还大的书，
我已经理解了。你们俩，新年就要到了，我来呢，是特意给你送一份新年礼物。知道这是谁画的吗？何云礼。不认识。他是你的外公。何云礼是你的外公，你们都姓何，这是他的作品。不好意思，何云礼就是何云礼，不要跟我扯上关系。我没有外公，也不需要他的礼物。何云礼的画价值连城，不过这不是我今天送你这幅画的原因。这是你外公最看重的画，是他给自己画的，但是又不敢看的一幅画，一直放在我的书房。我把它给你呢，就是希望你能够理解你外公内心的矛盾，拉近你们彼此的距离。不需要，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，过了这么几十年了，再来拉近距离是不是太晚？我理解你的这种情绪，但是你不应该误解你的外公。我误解？你们一个丢下妻子，一个丢下女儿，这么多年不管不问，是我误解吗？你外公，他是个花痴。当他遇到逃荒的疯女，擅长用大红大绿建出美丽的剪纸的时候，他就痴心的去跟着疯女学习浑然天成的色彩搭配。这对他来说就是天真自然的，可是在那些别有用心人的眼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你外公他这辈子很悲惨，他和你外婆的结合完全是被迫的，但是你外公没有抛弃你们。他一发现你的母亲怀孕后，就明白自己铸成了大错，于是他一个人出门来找我。我那个时候生意失败，跟别人借了几十块钱，便跟你外公匆忙地赶回了岱山。到了以后听说你外婆已经过世了，你母亲被别人骗，下落不明。安迪，我和你外公呢，一直都还抱着希望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你母亲还有你。为了疏解心中的内疚和思念，你外公画了这幅画。他天天看，天天叹息。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再次返回了岱山，到了那儿才知道，你母亲当年是流落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小镇，在那里死掉了。我们又辗转找到了小明，想打听你的下落，可就是没有打听到，以为你也没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你外公就把这幅画收了起来，他再也不敢看了。
他把自己当成罪人。前几天我告诉他，我见到了你，说你现在生活的也很好，他让我别再来找你。是啊，你外公和我都无颜见你。他说的对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更不要干涉我的生活。话你拿走，我不需要这样廉洁的感情，更不接受这种忏悔。安迪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。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你了，我们会尽我们自己一切努力来弥补我们给你造成的痛苦。也请你呢，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好吗？等等，你逃走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有我？我不知道。知道会怎么样？看见你妈妈和你外婆的样子，我会逼着你母亲去打胎。庆幸我这么晚才找到你，也庆幸你现在生活的这么好。我不会像你外公一样，一辈子生活的提心吊胆。我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去发疯。要那时候你找到我了，怎么样？还好吧？你早就知道了。是，但除了何云礼，这是艺名，不是他的本名，所以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跟魏国强在一起。按我的本意，你最好不要知道这件事情。可现在你知道了，你不会怪我没告诉你吧？这样不堪的家人，这样不堪的往事，谢谢你还来不及。魏巍昨天拿着他所有的身家来向我求婚。全部身家？你是说所有？所有。我恐怕会跟他分手。为什么呀？在我看来，像魏巍这种男人，拿出这种条件，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。就因为他比谁都有诚意，比谁都了解我，我才更不能答应他。